大家好，欢迎来到 Thinking Hut 思维小屋。这里是一个专注于心理学、心灵成长和积极思维的频道，并提供一些实用的心理学成长知识和摆脱压力的心理学方法。想要了解自己真实的内心吗？那么，请和我一起探索心灵成长的奥秘吧。大家好，这次的主题是关于运动对于大脑所产生的惊人效果。我们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健康有益，最近的研究发现，通过 MRI 扫描，深入观察大脑内部的情况，运动对大脑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拿我个人来说，最近我感到心情有些低落，抑郁的情绪似乎在笼罩着我。生活的琐碎和压力让我渐渐丧失了往日的活力和笑容。通过学习心理学，我找到了一种能改善情绪的好方法，那就是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毕竟在情绪低落时，做任何事都感到困难。然而，当我开始跑步或是参加一场有氧运动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感，仿佛每一次奔跑过后，都能把沉闷的情绪统统甩在脑后。如果要给这些和我一样有情绪低落状况的朋友们提一些好的建议的话，那就是运动。运动不仅可以改善情绪低落，还有助于改善睡眠，对缓解抑郁情绪也有积极的作用。当你发现自己难以集中注意力，记忆力变差，缺乏动力时，那就需要好好想想是否陷入了某种情绪漩涡，进而干扰了大脑的正常思考。值得庆幸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并不复杂，答案就在运动中。通过运动，你能够激发身体和大脑的活力，提高注意力，增强记忆力，激发内在的动力。这并非空谈，通过锻炼，可以促进大脑释放更多的神经递质，使整个人的身心状态得到调整和提升。如果你时常感到紧张，面对压力时容易内耗，想要改变神经质的性格，我们该怎么办呢？同样的，运动是最佳的解决方法。运动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活动，更是一种情绪调节的良药。通过运动，你可以释放压力，平衡情绪，带来身心的宁静。所以，当你感到困惑时，不妨尝试一下运动，你会发现这是改变自己最好的途径。那么，如果发现孩子没有动力，成绩不佳，甚至钢琴也无法进步时，应该怎么应对呢？同样，答案仍然是让他们去运动。拥有运动习惯，便可以改善大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次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运动对大脑产生的惊人影响，以及一些行之有效的运动方法和它们产生效果所需的时间。概括一下，首先，运动有助于提高抗压能力，使我们能够更从容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通过持续的运动，我们可以逐渐培养出强大的心理韧性，面对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镇定。长时间的持续压力会导致大脑的前额叶和海马区域萎缩，也就是说，它们会变得更小。前额叶和海马体在大脑中扮演着控制情绪的角色，起到了一种制动器的作用，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平静下来。简而言之，经受长时间重压或者频繁面临压力的人，他们情绪的制动器可能会逐渐变得更小，因此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变得难以承受。比如，那些极度担忧的人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那么，如何使其恢复到正常大小或者变得更大呢？答案就是运动。通过定期的运动，前额叶和海马体都会增大，制动器也会变得更大。因此，情绪的制动器会重新调整，从而提高对压力的耐受性。实际上，运动的好处远不止于此。当感到不安、紧张或者受到压力时，体内出现的出汗、心跳加速、思考停滞等不愉快症状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它就是压力激素皮质醇。有运动习惯的人，据说其皮质醇分泌量会减少。也就是说，拥有运动习惯的人会逐渐变得对压力不那么敏感，从而培养出更抗压的体质。
比如，即使被人误解或者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也能保持乐观，不会一直情绪低落。此外，运动还对因压力导致的睡眠障碍、改善身体状况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想象一下，压力是一股汹涌的洪流，而运动则是一艘坚固的船只。洪流代表着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挑战，而船只则是运动，是你应对压力的得力工具。当你身处这股汹涌的洪流时，让坚固的船只驶向上游，就如同在压力中寻找反击的力量。每一次运动都是船只前行的过程，帮助你逐渐摆脱被洪流冲击的感觉。因此，无论洪流多么汹涌，船只都是你稳定前行的力量，使你能够更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通过坚持运动，你就如同在一艘强大的船只上逆流而上，成为生活中的航海者。那么，哪种运动最为有效呢？一般来说，每周进行3-4次，每次大约1小时左右的快走是推荐的。稍微让呼吸加快的快走是一个好的建议。据说要看到效果可能需要数个月，但只要持之以恒，我认为是足够的。顺便提一下，如果想要缓解暂时的不安和压力，比如说跑步、游泳或者稍微激烈一些的有氧运动可能更有效。接下来，第二个建议是培养不容易发胖的体质。即便吃的不多，也容易发胖，或者明明不贪吃，但却有很多赘肉。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之前提到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皮质醇有阻碍脂肪燃烧的作用，会使人想吃高卡路里的食物，是减肥的大敌。肥胖和皮质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要降低皮质醇的有效运动是什么呢？这里有跑步，被认为是稍微让呼吸加快的有氧运动，而且非常有效。甚至只要运动一次，皮质醇的血浆浓度就会下降，其效果可以持续数天。所以，如果最近发现容易发胖，比起节食，开始运动会更好。接下来是第3点，提高集中力。在工作或学习中，有更好的会使事情变得轻松得多。那么，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集中力呢？集中力的关键在于多巴胺。例如，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多巴胺就会被释放出来，从而能够集中注意力。相反的，看着没兴趣的学校教科书等，多巴胺水平就会下降，导致难以集中注意力。也就是说，如果想要提高集中注意力和动力，就需要增加体内的多巴胺。或许你会觉得，有这样的方法吗？ADHD 的药物或者运动。ADHD 的药物就是单纯提高注意力的药物。但如果在这两者之间选择的话，显然运动更好。进行运动后，一开始多巴胺就会增加，这种效果据说可以持续数小时。但运动的效果并不仅仅如此，我之前也提到了，有运动习惯的人前额叶会明显增大。前额叶是控制集中力的地方，也就是说，持有运动习惯的人可以透过多巴胺和前额叶这两者的双重效果，毫不费力地提高注意力。那么，想要增加多巴胺，适合做什么运动呢？当然是像跑步这样的有氧运动。负荷越大，多巴胺的分泌量就越多。或者，如果你只是想锻炼前额叶的话，只需要快走就足够了。接下来，第4点，我们来谈谈关于提高记忆力的事情。正如之前提到的，海马体是大脑中的记忆中心，负责处理和存储记忆的区域。令人惊讶的是，研究发现，进行某种运动1年后，海马体区域居然增大了2%。是不是很神奇？那么，这种神奇的运动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每周3次，每次40分钟的快步行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快走。这么简单而愉快的运动，居然有这么多秘密，何不尝试一下呢？接下来的第5点，关注性格和脾气的改善。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已经提到，运动对于改善缺乏冷静的性格有积极作用。对于一些具有神经质、
爱讽刺或难搞等脾气个性的人，通过运动是否能够改善呢？虽然不能说是完美的，但确实已经确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这项研究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包括日本、芬兰、南非等地。研究结果表明，有运动习惯的人中，具有神经质、爱讽刺以及批评等性格特征的人数非常有限。这些研究表明，运动习惯可能对改善某些性格特征产生积极影响。如果你想摆脱一些不好的性格特点，为什么不通过尝试运动来打破困境呢？运动的神奇之处或许能让你焕然一新。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已经看到运动对大脑的多种影响，但事实上还不仅于此。其他的好处包括提高智力、提升创造力、增强耐心、延缓大脑老化、降低认知症发病率 40%， 以及提高学习能力。等到我们踏上运动的旅程，就像是扬帆启程的船只，每一次的划桨都是对身体的温柔呵护，每一片波光都是生命的奇迹。每一次运动挥洒的汗水，每一个积极的选择，都是生活中最美的风景。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如果你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主题或者有建议，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用的心理学知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